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主题是大转运之前呢，你们会收到的宇宙给你们的讯息哦。好，那这个时间点很棒哦，是在大家要开始起飞之前，大转运之前会听到的这个影片。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得到这个讯息是什么？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的内在已经来到了某一个临界点哦。很多人以为要遇到什么样子的大好事，人生才会改变，但其实很可能这个顺序是相反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改变了，命运才会也开始改变。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思维，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那做出同样的选择，是不是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看到你们内在的这个临界点是，你们已经开始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如果呢你们来到第一组啊，我觉得这边的讯息很重要的是，并不是你在未来会转运，而是你的转运其实已经开始了，只是它发生在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察觉到的一个地方哦。很多人可能会去关注说，外在我挣到一大笔钱，或者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但很多的转运的这个基础工作，它其实是从内在开始转变的，就像是树木一样，在春天来临之前，我们可能还看不到叶子，看不到花开，可是地底下的根呢，它已经开始吸收养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新的季节了。我觉得你们就很像是一棵树哦，虽然现在生活可能还没有立刻出现很大的变化，但你们的生命啊，已经默默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很多人在人生升级之前可能都会经历一段你觉得不舒服或是格格不入的时期哦。你可能会觉得身边有一些聚会对你来说是很吵闹的，
或者是说，你现在更想要一个人待着，你更想要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一个人静一静。这个是因为你们旧有的身份正在瓦解。当你新的自己正在形成的时候旧有的人际圈、旧有的生活模式、旧有的价值观都会开始慢慢的松动它很像是蛇在脱皮蛇并不是讨厌原本的皮，而是因为旧的皮已经装不下新的自己了。所以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种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就是那个心境已经不同了的感觉，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你们的成长有些朋友你可能最近会开始思考一些以前不大会去想的一些问题有些朋友你可能开始对于塔罗、佛法、显化、宗教或是一些宇宙法则、冥想、吸引力法则等等的这种身心灵的这种内容开始产生兴趣，那你会想要去研究，想要去探索，甚至想要怎么样子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牌面连接到的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灵魂已经开始准备进入到新的层次了。好，一个人的命运会受到他认知的限制，当认知没有改变的时候，会一直重复着相同的人生。可是当认知开始改变的时候呢，你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改变了，做出的决定也会跟着改变。那命运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累积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有一些选择会因为你内在的改变而开始改变。好，我们来看下一张牌这张牌红宝石 Healing 疗愈的能量，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其实你可能会问，好，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为什么好像这种事情来得很突然，我还没有准备好？为什么我遇到这样子的家庭？为什么我一直遇到伤害我的人？为什么努力了那么久还是没有结果呢？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命运其实不是来惩罚大家的，命运是来教育大家的。每一个让你痛苦的人，他可能都在教你一件事情有的人在教你建立界限，有的人教你放下控制，有的人教你相信自己，有的人教你如何去爱与被爱，有的人教你离开不适合的地方有些痛苦不代表说我们走错了路，有些痛苦它代表说我们准备要毕业了。好，所以我觉得过去这些痛苦并不是来惩罚大家的，而是来提醒大家的。有的时候这个痛苦会帮助我们停下来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回过头来去看，也许会发现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原来是隐藏在那一段最低潮的日子里面。因为当旧的人生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会被迫去长出新的自己。所以如果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最近有很多的情绪，一直想要哭，先不要急着把它压下去情绪它并不是要控制你，而是要你去理解它。当一个情绪能够真的被理解之后，它就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那疗愈呢，它是一个很诚实也很勇敢的过程疗愈代表其实大家终于愿意去面对那一些以前可能没有好好被处理的情绪有些朋友，如果你最近突然想到过往的事情，某一个人想起他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酸酸的，很难过，或是以前你一直都觉得可以忍耐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想要再委屈再忍耐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看到一部电影，听到一首歌，或是滑到以前的一段影片，就非常的想哭。这个呢是因为大家的内心正在整理就像是搬家一样，我们开始整理房间，有些东西可能会被翻出来，然后这些东西被翻出来的时候，看起来会比以前更加的乱，可是也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最后我们才可以去做真正的大扫除、断舍离跟整理，而房子呢才会真正的变得干净。那你们的心也是一样过去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委屈，没有说出口的遗憾，没有好好道别的这种遗憾或是某一些
一直责怪自己的声音啊，可能慢慢的开始浮现。他并不是为了要折磨你，而是他们准备毕业了，他们准备离开了。好，我们期待好运，期待新的人生，但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装着过去的痛苦的话，其实新的人事物可能会没有空间进来。所以这张牌啊，宇宙在疗愈你，宇宙在治愈你，宇宙在替你清理内心的空间，让你把那些不需要再承担的重量一点一滴的放下。这张牌是爱。我看见你们真正的开始成熟了。真正成熟的人会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真正的你。可能你过去努力的想当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后来你会发现对大家都好，或是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最后最委屈的可能反而是你自己。我觉得这张牌的爱啊，它不单单讲的是爱情，男女之情这种感情而已哦，它更加讲的是我们要把人生的主导权拿回来，开始说不，开始允许自己离开不舒服的关系哦。好，这张牌呢，它代表着你重新开始学会爱自己。你开始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心。你开始知道有些关系其实真的不用勉强，有些人他想走就走，我们不用去挽留他。有些地方不适合自己，其实自己是可以离开的，这个就是属于你们的成熟哦。那佛家有一句话说慈悲要有智慧，也就是说你的善良是要有锋芒的。我们的善良并不是毫无底线的付出，我们要懂得把自己的能量去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哦。当我们开始爱自己，然后我们所吸引而来的人也会不同哦。如果你不爱自己的时候，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消耗你的人。现在呢，你开始爱自己，尊重自己了，你吸引到的人也是尊重你的人哦。以前可能有些人会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看谁可以，就是把谁抓在自己的身边。现在呢，我看见你们内心更加稳定了，真正适合的人，他反而不需要主动的去追，主动的去抓，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留下来。好，很美的3张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塔罗牌的能量。好，第一张牌是权杖骑士哦。如果说最近的大家觉得自己有一点混乱，不知道自己未来在哪里，甚至开始怀疑以前相信的一切的话，宇宙想要告诉你，不要急着去否定自己，因为很多生命的蜕变一定会经过某一段混乱。这张牌它是一个我觉得速度会越来越快的牌，它代表说过去有些停滞的东西要重新开始流动起来了，很多的事情会在短时间内接连的发生哦。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几个月前还什么影子都没有看到，现在却突然有了很多新的消息，突然开始忙碌起来了。可能是新的工作、新的合作、新的学习机会、新的收入来源，也有可能是一场旅行、移居或是搬家的机会，甚至是一场看似很简单的一个相遇哦。那这些东西当下看起来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多年后大家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很多人生真正的改变跟转运，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决定开始，那一场相遇开始，那个讯息开始。好，可能就是因为你那天答应了一场聚会，报名了一堂课，或是点开一支影片，认识了一个人，你就进入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一个看似很不起眼的选择，它最后会改变一生哦。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牌是圣杯国王哦，这张牌代表成熟，也代表情绪稳定。我觉得你们过去的人生一定经历不少那种情绪起伏很大，喜欢情绪勒索别人的人，就是忽冷忽热，说话反复，然后可以去扭曲事实，或是让你必须要一直猜、一直等、一直内耗，或是说觉得很委屈啊，为什么这个人的情绪是这样反复无常哦，然后标准不一。
好，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可是接下来呢，你们会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可能是一位老师、一个主管、一个合作伙伴，或者是你们未来的这种灵性的一个伴侣，感情上一个伴侣哦。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情绪很成熟、很稳定，他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爆炸。比如说在人生当中，在旅途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可是他们，我觉得总是能够，就是稳住他的情绪，不仅稳住他的情绪，也能够稳住你的情绪，所以他们呢可以成为很好的人生伴侣，然后很好的朋友或者很好的旅伴。他不会用情绪来控制你，然后也不会乱发脾气，也不会用这种忽冷忽热来证明自己的重要。因为真正成熟的人哦，他不会让你患得患失，而会让你觉得安心哦。那有的时候呢，真正的贵人呢，他不见得是直接给你钱，他可能是改变你的眼界，他可能透过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少走10年的冤枉路，或是他给你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踏入你原本踏不进的世界。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到嘛，佛家度人啊，普度众生啊，有3种方式，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一个是无畏施。它很像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3种手段、3种方法，比如说给予你金钱啊，给予你物资，或者是给予你智慧，就像贵人的一个提点，一句话打开了你的认知。还有一个是无畏施哦，无畏施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心安定下来，不再这么害怕、恐惧跟焦虑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即将要遇到的人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张牌哦。我们来到了这个圣杯十哦，哇，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哦。很多人看到圣杯十啊，都会联想到家庭幸福。但除了家庭幸福之外，我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归属感哦。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一辈子真正追求的，可能不见得是我要站上这个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成为那1%哦。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想找到一个地方、一群人，或者说一个生活方式，让你可以安心的做自己，安心的去爱，或者说你有你想要守护的人，或者说这个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意义哦。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你的内心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平静。那圣杯十就是这种状态，你并不需要再向这个世界证明什么，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很多人以为幸福啊是拥有很多外在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张圣杯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幸福是你内心终于安定了，你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你拥有支持你的家人，理解你的一个朋友，还有愿意陪伴你的一个伴侣，或是一个你真正喜欢的、愿意投入的一个志业哦。你不会就是每天很焦虑、很烦恼的醒来，你也不用再担心、害怕失去什么。你们值得被爱，也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你们整个大转运啊，不只是财运变好、感情改善，而是你们整个人的生命能量都开始提升了。你们的思想改变了，所以选择改变了，你们的选择改变了，所以命运改变了。命运改变之后，你们遇见的人、走过的路、看见的风景也都全部跟着不同，所以你的生命即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状态。我觉得它很像是一张人生已经完成转换的牌，也就是说你们前面经历过那些迷惘、挣扎、疗愈跟放下都不是白费的，因为他们正在把你推向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生阶段哦。如果你最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觉得有些东西好像要完结了，有些关系好像在改变，有一些人事物慢慢退出你的生命，或是一个你曾经非常觉得很执着、很重要的事情、很着迷的一个兴趣，现在突然就是没有这么执着，没有这么着迷了。这些呢不要害怕，这个并不是失去，而是命运正在重新排列你的生活。好，那我觉得接下来几个月啊，你们会陆续开始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变化，
有些人呢，你们会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会离开一个不是这么喜欢的工作岗位、职位，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有些人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一种群体，或是新交的一个朋友，让你突然觉得说，我原来一直在找的就是这样子的相处的方式。还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会建立家庭，迎接新生命，或者是修复一段重要的关系。这些事情呢，他们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你的人生开始放下心来，安定了，有归属感了。因为很多的第一组的朋友啊，你过去可能一直都有一个漂浮的感觉，每天很努力，但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得到什么，每天都很忙，但心里却没有真正的踏实。你可能会去羡慕别人的人生，觉得别人好像比自己幸福很多，但圣杯十告诉我，这些漂浮的状态啊，游离的状态会慢慢的结束，因为接下来你们会开始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哦。你会发现有些事情不需要勉强，有些人真的不需要讨好，有些关系不需要委屈自己去维持，真正属于你的自然而然会留下来，不属于你的它也会离开，自然而然会离开。那我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哦，这张牌代表圆满跟收获。如果说大家你过去几年一直在默默的努力，一直在默默的累积，一直没有放弃的话，我觉得大家你们很快就会看见成果。它可能是一份录取通知，一个合作机会，或者是收入开始稳定的增加，或是你一直努力经营的事情啊，被放大，被看见，开始有了收获。这是因为你们过去种下的种子，它现在开始成熟了，现在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你明白原来之前所有的等待它都是有意义的。好，那我也想要提醒第一组一件事情哦，除了得到这些，除了人生正式翻篇之外呢，有些人还会去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刚刚说过，又连回到灵性这一张牌，人生的意义，我觉得它是一个人生更加进阶的一种思考跟辩证。以前呢，我们可能很害怕失去，现在你反而会觉得离开也许也是一种成全。你以前可能会很希望得到谁谁谁的一个认可，但是现在你开始毫无保留的相信自己的一个价值，所以你的机会、环境跟相处的人也会因为你信任自己的价值而改变。所以圣杯十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它不是一种短暂的幸运，它是一种稳定又能够持续的幸福哦。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笑容越来越多，你的睡眠越来越好，你的内心没有那么多焦虑了，你开始相信人生不是每一天都要拼命奔跑的，人生是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好好生活。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恭喜你们，你们已经跨越了生命中的某一道门槛。你会发现过去那些曾经困住你们的事情啊，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困住你们了，你们已经跨越它，你们已经超越它了。从这一刻开始呢，你们不再只是期待幸福而已，而是你们真正的去实现跟走进你们的幸福了。好，所以就像我一开头说的，你们并不是在等待大转运，而是你们的大转运呢，其实已经悄悄的开始了。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更快显化好运的话，欢迎参考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给自己一个新的可能性和机会。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宇宙要给大家的讯息哦。在大转运之前呢，我们会收到什么样子的讯息？首先，第一张牌是 Faith， 信念哦。好，这组的朋友啊，很多的你们其实目前啊，人生很可能已经走到一个最后的一道考验，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哦。那考验本身它就是一个讯息哦，因为你们是有资格去参与这个考验，有资格去推开这扇门的人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因为我们今天呢，如果还不够资格的话，我们是不会看见这个
门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资格去进入到这个考场的。就像如果你今天是在小学的教室中，你不会拿到一份大学生要去完成的试卷。同样的，你们今天呢拿到的这个考验本身呢，它就代表了你们是有资格的人，你们是有能力的人，你们已经走到了那个阶段，你们已经拥有那样子的阅历，有那样子的基础。所以呢，命运把一扇很重要的门放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今天遇见这场考验，是因为你已经有资格了。好，这张牌啊，想要告诉你，其实你们早就已经有能力了，因为如果能力不够，你根本就成为不了今天的你，你也不可能站在这扇门的面前。你之所以会站在这里，是因为命运已经认可了你的能力。接下来呢，我们想要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信念，你们的信心，你到底有多想走进你期待的人生当中哦？很多人都会说我想要改变人生，可是真正的站在这个改变的门口的时候，就会开始犹豫了，就会开始想说，我真的要去推开这扇门吗？那这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哦，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决定你究竟这个信念有多强，信心有多强，有多想要去进入你期待的人生呢？很多时候机会并不是没有来，而是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因为害怕没有把握住，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把它推开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第二组朋友，你有多大的信念，有多大的信心哦。如果你当下觉得某些事情好像一直都没有答案，你如果觉得自己在经历一个蛮大的低潮的时候，宇宙想要问你们，如果这是你一直想要的人生，你愿不愿意再为自己往前走一步呢？好，如果你的答案是愿意的话，那这一张牌，信念这张牌，它就不再是一张考验牌，它会变成是一张通行证。好，因为真正有办法去推开这扇门的人是有坚定信念的人。这张牌想要看的是现在的你有多笃定，一旦你有了这个笃定的信念之后，你就能够去迎接那一份属于你的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 Determination。 好，这张牌是决心哦。这张牌呢，它讲的是一个行动。看到牌面上画的是一只豹哦。豹呢，它在捕猎的时候啊，它都会先观察，先潜伏，先去算一下这个距离。也就是说呢，它在草原上的这个奔跑，并不是一个盲目的行动哦，因为它知道其实每一次奔跑都会消耗一些体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确保说能够去换回猎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命运提示大家现在的状态有了一种转变，你们会从情绪化的努力变成一个系统化的行动。可能有些朋友在过去在这个大转运的前夕，因为太焦虑，你什么都想抓，什么都想拼，那就是好像把自己有一点燃烧殆尽，反正我就是各种可以做的事情我都去做。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内耗，因为你在所有的方向都想要去施展你的决心，都想要去施力的时候，其实你的力量反而被稀释掉了。这张牌其实是在逼大家做一件事情，请第二组朋友把你珍贵的能量全部集中在那个最有可能带你破圈的核心事项上。我们要维持像豹一般的精准，我们要学会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杂讯断舍离。有些朋友可能不再去接那些消耗你的案子，不再去维持一些让你内耗、自我怀疑的这种社交圈。那其实这组朋友，你心里其实很清楚未来这个大的舞台，未来这个你期待的世界，你想要去的地方，其实就在不远的
前面了，你只要再往前走就能够看到。那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好，这张牌有时候其实很难哦，因为当我们有了决心之后啊，你可能会发现你和周围的人频率渐渐对不上了。你和一些每天只会抱怨的人没有办法去对话。这个并不是我们变得自大傲慢，而是因为我们的维度已经提升了。我们会开始意识到，其实第二组的朋友，你不想要再去浪费你的时间去跟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琐碎的事情这种搅和在一起。你想要去接触到更纯净的一个灵魂，或是能够拉你一把的资源，你想要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看见更大的未来。而这个更大的未来啊，它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精准执行目标的人，能够把目标看得比困难还要大的人。这个就是第二组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有些事情好像在逼着你脱离舒适圈哦，其实不要害怕，也不要抗拒，因为命运想要帮助你把原本杂乱的一些这种力气跟精神全部都汇集跟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推进力。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不再纠结于制度的公不公平，不再执着于别人的评价，你会开始思考说，你究竟能不能去创造另外一条路？而这一张牌的能量，它也会彻底的被启动。真正的决心啊，它是为了让第二组的朋友长成能够承接大转运的这个容器，就是说我们要变大才可以去承接接下来这个命运不同的翻天覆地的蜕变跟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具备了信念，而我们现在呢又拿到了这一把精准的行动之剑。所以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开始行动，有了信念，有了决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哇，这张牌很厉害哦，它是两个梯子靠在一起，上方呢有一个星星哦。梯子是什么呢？好，梯子啊，它是一个通道。梯子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停留在这个梯子上，梯子它存在的原因是要让第二组的朋友可以走到原本走不到的地方哦。所以呢，你们可以想一想，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直想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是一份工作，可能是一个头衔，它可能是一个这种金钱的数量，它也可能是一种生活的模式，是一种每天醒来不用再焦虑的生活，是一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过日子的自由，或是一个安心的家，或是一个你持续愿意投入做的一件事情，或是你心里很想要完成的梦想哦。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同，可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那现在命运在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梯子搭建起来。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座梯子，然后每一个人的梯子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站在父母已经替自己搭好的梯子上，父母努力工作，努力存钱，然后努力让孩子去接受好的教育。那孩子一开始呢，可能就可以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世界。这是因为上一代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梯子。但也有很多的朋友，你们不是哦，你们的梯子可能就是从你开始，你可能是家里第一个念大学的人，也有可能是第一个离开家乡的人，第一个创业的人，第一个学投资的人，第一个开始接触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世界的人，你也可能是整个家族里面第一个想要去改变命运的人。如果是这样的朋友啊，你们一路走来一定比较辛苦，因为你们的前面没有脚印，很多的事情你只能自己摸索、自己选择、自己去承担。但是命运把这一张牌放在这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深的讯息是你们愿意成为第一个去搭建梯子的人，第一个去走上这个梯子的人。所以呢，有一天你后面的人他其实就不用走得这么辛苦。如果你今天是有孩子的人，你今天搭了这个梯子的
之后呢，也许你的下一代就不用走得这么的辛苦。你们努力工作，可能不只是希望自己过得好，你可能希望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下一代将来有更多的选择。他不用因为经济而放弃他的梦想，他也不用因为没有资源而限制他的人生哦。你可能会希望，你的下一代有一天呢，他可以站在你努力搭好的梯子上，去看见你没有机会去看见的这个世界。那有些朋友啊，你可能是单身，或是你没有孩子，那这一张牌啊，它其实也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角色。我看见的是你为未来的你自己去搭建梯子哦。今天的你开始学习，未来的你就多了一个选择。今天的你开始照顾健康，未来的你可能就多了一份自由自在行动的能力。今天的你开始存钱学习投资理财，未来的你就多了一份安心哦。今天的你愿意去离开一直消耗你的环境，未来的你就有可能住在真正喜欢的地方。好，有些人可能准备移居，想要换工作，想要创业，想要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呢，可能希望每一天醒来心里都是平静的、安静的。这些愿望呢都不同，但是呢，他们要去完成他需要一阶一阶的爬上去。梯子没有任何一阶是不重要的，少了一阶就到不了上面的地方。人生也是一样哦，很多人一直期待某一天突然翻转人生，但是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一阶一阶的往上爬，可能今天走一阶，明天走一阶，一年走365个阶梯，然后你回过头来去看，你会发现，你会很惊讶，原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早就站在一个以前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有能力的，你们能够继续往前走。你们现在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替未来的人生铺路，都是在替未来的人生搭梯子。千万不要小看今天的自己，可能你今天正在成为孩子的一个梯子，正在成为家人的梯子，正在成为整个家族的梯子。也许你今天正在成为10年之后那个更自由、更快乐的你自己的梯子。所以命运真正想要带你去的地方，并不只有更高而已，而是更辽阔。当你走到这个更辽阔的地方，你会发现你今天做的每一份努力都没有白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我们来到的这一张塔罗牌是我们的圣杯骑士。好，这张牌代表说大家我们人生要开始切换掉另外一条时间线了。其实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未来而是充满着无数条不同的时间线。你今天的一个决定，或是今天的一场相遇，可能就会改变未来5年或是10年的方向。你答应一份工作，就会认识不同的人。你拒绝一场聚会，可能也错过一段重要的这种相逢你选择留在原地，跟选择跨出去，最后的人生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好，这一组的朋友这张牌想要告诉你的是，有一个机会会把你带到完全不同的人生你们的人生会开始换轨道。未来这段时间呢，你会开始发现，会开始经历一些以前不会发生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跟你连接，有人把资源介绍给你，或是你身边会出现一些愿意提醒你的贵人，或是有一些机会，有一些消息就被你接收到了，出现在你的面前。也许它看起来很普通，有些机会很小，普通到很多人都会忽略。可是很多年之后，你回过头来去看，才会发现其实真正改变人生的选择或是相遇，就是在那一天，那个讯息或是那个念头开始很多重大的转折，它一开始其实是藏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一通电话，一个聚会，一个邀请，或是一场这种聊天，一个对话，一句话，都可能让大家开始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呢，
命运要把你带去哪里呢？这个机会出现，它是能够改变你们生命轨迹的。我看见这个讯息啊，它也连接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身份的转换。以前我们可能是等待机会的人，现在我们会转换成我们是主动寻找机会，以及机会会想要去选择的人。未来呢，我们会变成吸引资源的人，就是我们不需要一直在去敲别人的门，有人会主动来敲你的门。为什么？是因为其实我们前面经历了这些牌已经把我们磨练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开始吸引到跟过去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人、不同的平台这个转运啊，不单只是工作、财富或是感情单一个面向，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面向的结合。我们的生命开始进入到新的循环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资源开始对接、开始流动，原本一些卡住的地方开始松开，原本没有回应的人开始回应，原本有一些路它被迷雾挡住，它是看不见的，现在这些路通通都出现了。好，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走呢？你们的世界开始变大了，你们开始认识不同背景的人，可能不同的城市、国家或是不同的产业，大家拥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眼界，你会发现，原来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好，我们过去我们的思维可能很容易受到每天交流的人影响，就是我们会被周围的人影响。如果身边的人很爱抱怨，或是就是比较负向的话，你可能也会开始相信，人生很难。如果呢，今天我们的圈子不一样了，身边的人讨论的是教育啊、合作啊、学习啊，或是投资理财啊，你看事情的角度可能也会开始不一样。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接下来的生命中会出现很多新的交流，你们不止能力提升了，也开始进入到不同的一个圈层，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遇，让你打开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方向。还有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生命中的一些旧连结这个旧连结它不是每天最熟悉的朋友，反而是一些平常没有那么常联络的人，因为他们就是跟你的圈子不同，他们拥有不同的资讯，也把新的可能性人生工作这种机会带到你的一个生命中，或者是一种选择跟想法。那圣杯骑士它并不是要把我们旧的人生缝缝补补，它是要去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以前可能你认为你人生的选项只有10种可能，现在呢，这个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之后，你接触到的人可能会有100种的选择。你以前可能习惯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去证明自己，接下来你们会走进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也开始学会跟不同层级的人合作交流，或者是分享彼此的一个经验好，接下来看到下面的牌。好，这张牌呢是金币八金币八让我想到，其实你们是在成功之前其实你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就像宝剑一样，它是要经过火焰才能够成为利器，钻石它也要经过高压才能去绽放这个璀璨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其实你们过去经历了很多，在成功之前你可能也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一个念头，可是你们始终呢坚持下来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真的蛮不公平的，有的人起点比较高，有些人出生在资源丰富的家庭，或是有些人一开始就是有人帮有人带，有的人却一步一步的
只能靠自己，一切都自己来。你可能也怀疑过，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别人做起来很容易，自己却要花那么多的努力跟时间呢？这组朋友啊，从金币八我看见，宇宙想要告诉你，不要再去纠结于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哦。宇宙要把你送到的一个地方是不需要再跟那些人比较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同一个圈子去竞争了，他要带你到新的舞台，就是前面说的嘛，你们进入到新的世界。第二组的朋友，你们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你们知道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但你们并没有因此停下来，你们会去尝试，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就换一条，这个方法没有用，我们就再试试看另外一个方法。所以啊，命运看到的是你们身上的一个韧性哦。金币八送来的讯息是，我们会去走到一个不需要和别人竞争的一个位置。有可能是离开了原本的赛道，以前呢，我们可能只能在一个环境中跟同一群人去抢同一个机会，但是后来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开始自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你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哦。命运并不是要去彻底的消灭一些不公平，命运给你的讯息是，我们在新的地方，我们让公平这件事情不再这么影响你，或是不再这么重要。如果你之前一直觉得你是站在不公平的这一方的话，现在这件事情不会再影响你们了，因为我看见你们能够破圈了，你能够跳出原本限制你的规则。好，过去我们可能抱怨制度，抱怨规则，因为我们的人生被制度跟规则困住。可是我看见你们开始思考，除了眼前这条路，你还能不能够创造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你们的命运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命运没有要大家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事实上我们也不会一直留在原来的位置，因为我们有这个梯子，它是可以往上走的。命运可能逼你学习，逼你改变，逼你尝试新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去看见更大的、更辽阔的世界。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来到了圣杯三哦。其实翻开这张牌啊，最后一张牌哦。第二组朋友，你们一路走到今天啊，是有原因的。这张牌就讲了这个原因哦。你们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愿，就是佛家有一个词叫做愿力。这个愿力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向老天爷许愿，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那其实愿力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大家你们的生命里有没有一个值得让自己一直走下去的理由哦？我觉得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愿力的。有些人的愿呢，是希望孩子可以过得比自己好，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这个弯路。有些人的愿呢，是希望父母可以安心的养老。有些人的愿呢，是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牵手共度一生的人。有些人的愿呢，是希望自己不用再低声下气，或者是委曲求全了。那未来的你，其实就是现在的你的一个愿。有些朋友会希望5年后的自己活得更自由，或是10年后的自己走在一条自己喜欢的路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的念头就是大家的愿。第二组的朋友啊，你的愿决定了你的方向，而你的方向决定了你的选择，你的选择慢慢的会累积成未来的你。所以呢，佛家他才会讲发愿，因为当一个人愿够清楚的时候，其实他每一天做的决定就会慢慢的往他想要去的那个方向靠近。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一个能力，或是读一本有关这个知识相关的一个书，这些东西啊慢慢累积下来，回过头来去看，你才会看见原来你已经慢慢的往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靠近了，或是你已经成为你想要去的自己了。因为我们心里的这个念头，这个愿力一直都在带路。
很多人都会想要问说，福报到底是什么？福报它像是一个果实哦，它每天都在长，今天长一点，明天长一点。所以在今天你去看，可能会觉得今天跟昨天，或是今天跟明天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很多年之后，回过头来去看，才会发现，我今天拥有的一切，我今天享受的这一切，可能是从很多年前开始累积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福报成熟，不管是你自己累积的，或是其他人替你累积的。那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好像目前还没有一个基础，或者什么都没有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去累积你的福报，总会有成熟的一天。而这个前提是大家要有一个，就是回到第一张牌，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愿力有多大呢？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的愿最后会长成果实，它会成熟，所以我们不要放弃。那我们必须要去照顾自己那个心里的这个愿，就是心里那个想要把人生过好的念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命运会去回应大家的这个念头，去回应你这个一直往前走的一个愿，没有改变方向的愿。有一天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伸手可以触摸到这一颗星星了。所以你的愿力、你的能力、你的选择、你的生命就在这一刻同时的成熟了。所以这个讯息很重要，请你照顾好你心中的这个愿，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成为谁，这个愿力、这个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对自己有信心。好，以上就是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咯，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快的显化人生，想要给自己人生不同的可能性的话，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哦。就是有这个愿，有这个念头之后呢，我们才会慢慢的去靠近我们想要的人生，我们每一天的选择才会越来越跟我们心中的理想对齐。所以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可以改变人生的行动。好，祝福大家，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你在转运之前会收到的讯息哦。好，即将要发生大转运之前呢，我们会听到这样子的讯息哦。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要给第三组朋友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哦。好，首先呢，第一张牌哦，这张牌很特别哦。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一个我觉得很容易被别人放进心里的人哦。有些人第一次见到你就会对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哦。比如说有些人才跟你聊天没有聊很久，就会想要开始跟你分享他的心事。或者是说有些人明明你们就很久没有联络了，但是再次见面的时候啊，他却还记得你曾经跟他说过的话。那这些能量啊，都代表着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生命本来就带有一种影响别人的力量哦。有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刻意的做什么，但是就会有人因为你们的一句鼓励，一个眼神或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而改变了，然后他也把你放在心里好多年哦。可能事过境迁之后，他会回过头来告诉你说其实你当时做的这件事情，或是对他说的那句话改变了他，但你们自己不见得会记得，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就忘记了，因为这个是你们在无意之间去影响别人的地方。就像这一张金鱼一样，金鱼它并不需要每一天都浮到海面上告诉大家它有多巨大。金鱼啊本身的存在就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命运给大家一份很珍贵的礼物，就是你的影响力啊，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另外我还看到一个你们身上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质，就是别人急着去盲从，或者说急着去下一个结论，急着去发表意见的时候啊，你们会
先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身边的人急着去为某一件事情判断对跟错，但是第三组的朋友，你却会先去理解说，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人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事情其实你们早就看懂了、清醒了、明白了，只是你不见得会急着想要说出口。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也有自己的时间哦。有些道理并不是说你现在告诉对方，他立刻就能够明白，说不定反而他会反过来怨你，或者是说生气你。那有些经历啊，其实就是要亲自走一次，才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智慧。所以呢，很多事情你们知道，但你们不见得会点破。你看透了不点破，然后很多情绪你感受到了，但是你不见得要说出口，你可能选择保留。很多的答案其实你心里早就知道了，可是你还是怎么说呢？愿意去给其他人空间，愿意去尊重每一个人，让他用自己的步伐去找到答案。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哦，因为真正有深度的人并不是懂得非常多的最多的人，而是你们懂得很多，也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安静。你们知道并不是每一句真理都要立刻说出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保留一种慈悲，就是我们看透，但是我们不见得要全部都说出来。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们相处其实都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原因，但就是跟你聊天觉得很舒服，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要找你去聊一聊。那我觉得你们的存在非常非常的特别，同时你们也不要把自己这样子的特质、这样子的深度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们一样能够看见别人没有说出口的情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一字一句中去听出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些慌乱的情绪中去保持自己的一个判断力，而你们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哦。我觉得你们的深度、你们的洞察力，就是命运放到你们生命中的一份礼物。好，那我也看见你的深度会被真正需要看见的人看见。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牌Grace。 好，这张牌恩典的能量哦。好，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哦，它是一个陶器。陶器它原本只是很普通的一团泥土嘛，它要经过塑形，经过等待，经过高温，然后一次又一次的烧制，才会成为现在这样子厚实的一个陶器。所以呢，其实这张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们的能量是气大福大。一个人的气量有多大，他能够承接的福报就有多大。所以第三组朋友，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哦，命运这几年其实都在养你的这个容器哦，把你的容器养大，让你未来可以承接更多的福报。很多事情你在当下你真的不知道原因，很多事情你好像等了非常的久，有些机会明明就在眼前，可是为什么最后没有轮到自己呢？然后我看见有些人离开你们的生命了，有一些计划改变了，然后有的时候好像多绕了一圈。有些人则是在自己也没有预期的情况下，可能收到了一份大礼，或是这个资产的这种增长。好，那过去所有的经历它其实都是在增加你们的一个厚度。看一下它的陶器，它的这个底座其实非常稳的，然后上面还画着树木花草，所以整张牌都是一个土地的颜色土地呢，它有它自己的任务，春夏秋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节奏。
那命运也是一样，我觉得他在等你的能力成熟，等你的眼界成熟，等你的心成熟。因为当这个气，这个容器啊养好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承接更大的一个恩典哦。好，在西方的神话中有3位恩典的女神，那这3位恩典的女神呢，也要透过这张牌，将3份祝福流到大家的生命中。第一份祝福呢，就是你会被看见，你们所做的事情会被看见，你们的努力会被看见，你们会有一些成果留下来，你的专业、你的价值、你的能力会被看见。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不再只是默默的，然后好像关在一个小地方，然后一个人辛苦的往前走。事实上呢，你们留下来的作品，你们的一切都会被传播出去。别人讲到某件事情、某个专业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你。那第2份这个祝福啊，是喜悦。为什么是喜悦呢？因为过去这几年，我觉得你们可能活得有一点这种紧张、紧凑或是心累的感觉，有很多的情绪其实你放在心里，然后有很多的责任你是扛在肩膀上的，你有需要去照顾的人，或者说关心的一个未来、一个计划等等，但是你们反而比较少有时间去真正的照顾自己。那今天呢，这张牌出现在这里，我看见是命运开始把喜悦慢慢的放回大家的生活中了，所以你会开始期待明天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新的安排发生，新的连接发生哦，而且你们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样子。好，第3份祝福啊是丰盛。这个丰盛呢，第一个它包含了金钱，但它不是只有金钱哦，它可能涵盖了一段这种更好的这种合作的缘分，或者是一位真正欣赏你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舞台、新的这种工作内容，甚至是一群跟你们频率相同的人，慢慢的走进了你的生命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陶器，它就是为了承接这3份恩典而来的。当你们生命成熟了，当你们的气养大了之后呢，恩典自然而然的会流进来。好，这是一个很美的能量哦。有的时候啊，命运送礼物的方式跟我们想象的不见得会完全一样哦。很多人以为命运要送礼物给我们，要转运，就是直接把这个机会啊，直接的就拿到你面前，放到你手里。但我觉得这张牌啊，它有一个提醒，就是命运送礼物的方式很可能是先把你们的名字放进别人的心里。所以如果有人在找或是在想谁可以信赖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你；有人在讨论一个合作案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你；或者是上司在要进行升迁，或者说要进行这个分红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你。那有个人他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是一个很大的计划的时候，第一个想要邀请的也是你们。因为你的名字被放进了别人的心里，你的名字被放进了对的人的心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你、欣赏你、记得你，愿意把重要的位置交给你，愿意把心里那块最柔软的位置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恩典就开始流动了。好。Reunion， 好，这一张牌啊，是一个重逢的能量哦。我们看一下这2只豹，它们像是一个镜像的一个画面哦，然后嘴角上扬，看起来是很开心的样子。这个画面其实很美哦，它在讲什么呢？真正成熟的关系啊，并不是说一定要互相的把彼此绑在一起，不是那一种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样子很情绪化的一个拉扯，而是2个人
都能够把自己站稳，把自己活得完整，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往同一个方向往前走。那这张牌啊是镜像的一个画面哦。我们这辈子遇见的人啊，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去看见完整的自己。第三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人生啊，其实过去经历了很多次的，就是清理或是筛选。有些人离开了你的生命，或者是你离开了某一些圈子，有一些你曾经投入过很多心血的这些关系啊，最后可能就是不再联络了。以前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遗憾，但今天这张牌啊，其实要把这个念头反转过来哦，因为这个并不是失去，而是命运在帮大家进行一个能量的筛选跟汰换。你们现在已经长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哦，你的格局打开了，你的频率变了，你们的内在已经进化到一个不同的层次了。就像易经里面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哦，频率相同的人，我们最后一定会靠近。这个并不是说，你现在多努力去经营，多费力去讨好，就可以好像跟谁连在一起，或者是说谁就可以留在你身边哦，而是我觉得你们长成了某一种样貌，或是展现了某一个高度的时候，那些真正能够听懂你灵魂的人，自然而然会吸引，自然而然会出现在你生命的边界里面，自然而然会留下来。所以这张牌并不是告诉你谁会回来，而是告诉你谁会走进来。好，所以它是一场灵魂跟灵魂的一个重逢哦，灵魂家族的伴侣跟灵魂家族的伴侣的相逢哦。接下来我们会感觉到你的世界开始重新排列了，那一些不希望你们幸福的人，真的都不需要留在你的生命里。你不需要再解释你的想法，不需要再为了配合别人而隐藏你的深度，也不需要再为了去维持一段关系而把自己的光收起来。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交流的这种圈子开始改变了，你可以和对方安安静静的坐着，因为你们维持着同样的高度，追求着同样的一个远方哦。我觉得这个是命运给你们的一个承诺，你们的人生开始真正的按照你们的频率重新的排列哦。重逢呢，就是命运把真正属于你的世界带到了你的面前哦。我看见命运啊，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它不只是想要让你变得成熟，不只是要把这个容器养大去承接福报，还有它让你长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因为只有今天的这个模样才能够承接属于你们的缘分。好，就像这两只豹一样，真正让两个人，让一段关系可以走得长久的，除了爱之外，还有方向。因为方向相同的人，就算走得慢一点，他们也会一起抵达，或是在某一个点汇合。方向如果不同，就算现在走得再近，最终呢还是会越走越远。所以我觉得命运啊，接下来会给你们一种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安心感。这种安心感是你不用去一直猜测对方在想什么，也不用一直害怕自己会说错话，因为真正频率相同的人，他欣赏的你就是现在的你的一个模样。所以呢，我看到的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你不用再勉强自己，你可以放心的做自己。宇宙并不希望你变成一个讨所有人喜欢的人，他希望你长成一个真正适合自己人生的人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命运帮你们做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它并不是要增加新的人进到你的生命中，而是它要提高留在你们生命中的人的品质。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互动的人变少了，不要害怕，有的时候人变少了，人生反而变好了。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热闹跟喧嚣，而是理解。我们不见得需要认识很多人，而是我们可以去遇见那个跟你一起走很远的人。好，那我看见的是
那一些心里有你名字的人，或是心里会惦记你的人，他们会朝你走来，他们会留下来。好，有些人甚至开始想把自己的未来放进你的未来里面。那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对的位置。那些本来就属于你的相遇，在对的时间点一定会发生。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第一张塔罗牌是圣杯一。大家有看到这个澎湃的水流不断的流出来吗？哇，它并不是一滴一滴的流，而是满溢出来哦。这张牌啊，哇，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命运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养大你们的容器，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承接这么大的丰盛哦。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生命开始有了余裕。余裕这两个字，它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能量哦。以前呢，你可能生活活得很满，有很多事要做，你的脑袋一直都在想很多的事情，或是担心很多事情。可是圣杯一出现了，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种生活。你们可以开始慢下来了，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值得你花时间，什么事情不用再去消耗自己。以前你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举动，就会影响到整天的心情。那现在呢，你可能还是会在意，但是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再把你整个人淹没，因为我看见你们的内在开始变得稳定了，你们的幸福开始有了一个根基哦。你不再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相信自己，因为你本身就已经足够的相信你自己，你知道自己在走一条很好的路，你喜欢自己现在的生活，你喜欢现在的自己，你也喜欢现在的节奏。我看见这组的朋友，你们会去享受一顿可能好吃的早午餐，享受一本书，享受一场演唱会，享受一场电影，或者是享受某一个这种安静的散步的时间，或是一个人静静的喝一杯咖啡。这些平凡的小事，这些有仪式感的事情，都会在你的生活中添加很多的色彩。你们的心开始向内生长，你会开始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当你的心走到了这种状态之后，很神奇的事情就开始要发生了。我们不再一直追着幸福跑，幸福反而开始走向我们。我们不再一直追着关系，追逐着某一个人，真正适合我们的关系反而开始靠近你。而且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到的是转运之后的生活，这是一种很安静的幸福，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很踏实，很真心哦。然后生活当中有你喜欢而且是值得投入的事情。我觉得圣杯一最珍贵的地方不单单只是它让你的生命中充满了幸福，而是它把你变成了一个能够一直去创造幸福的人。因为大家你们的心变成了一个源源不绝的这种泉水哦，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自己创造幸福，自己让自己感觉到幸福。你们的生命已经开始自然而然的流动了。你现在活成了幸福会发生的一个样貌。以前我们可能一直在等待幸福发生，可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幸福会发生的一个地方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二哦。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呢，他手上拿一个地球，好，旁边有2根权杖。这张牌大家仔细看一下，他的眼光是在远方的，他在看远方的城堡。他已经拥有了一些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把目光转往他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哦。这一组的朋友我们以前可能都在被动的应付环境或者是外在给我们的一些课题，有很多事情要解决，
回应别人的期待，忙着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做完，或是把这个日子过完，跟着这个环境的节奏在跑。但是转运之后，一个人的框架会完全不同哦。我们不再是为了避免恐惧而生活，我们不再是为了填补某一个空缺而生活，我们生活是为了追求我们心目中的那个画面。对于某些人来说啊，权杖2的远方代表的是一份壮阔的事业，是想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可能是想要去世界各地看看，或是开拓新局。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我觉得这个远方可能是想要守护一份简单的安稳，简单的幸福，把时间花在自己心爱的家人身上，或是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面把生活过得精致又很优雅又很从容哦。虽然大家选择的内容不同，但是我觉得核心框架是一样的，就是第3组的朋友，你们终于拿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哦。以前你做决定的时候，有些可能是被迫的，或是不得不去做。现在你做决定是因为你有底气可以选择你想过的生活。你们知道哪些人值得深交，哪些事情值得投入，然后哪一些时候是你想要放下一切好好的去享受的。也就是说，你专注在自己想要去的方向，这个就是权杖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转运的讯息哦。我们不再会因为外在的杂讯而觉得很慌乱，因为你知道你想要去哪里，你的心里其实很踏实。无论这个远方是一个很宏大的梦想，或者是一个安静简单的生活，只要大家的心安定了，你的视线清晰了，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一直渴望的未来它就在那里等着你走过去。所以呢，其实这张牌啊，想要跟第3组的朋友说，当你站上了某个高度之后，你们就会有底气。这个底气不仅是去你想要去的地方，而是你可以去定义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远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塔罗牌，宇宙还有什么样子重要的讯息哦？我们来到了宝剑6。好，宝剑6啊，这个画面很安静，有一艘船正在缓缓地划过这个水面，它在往远方的彼岸去航行哦。那这个船上啊，有一个女人，她抱着她的一个小孩，她的一个婴儿，还有一位沉默的这个船夫正在划船哦。整个气氛是非常宁静的。那今天这张牌啊，命运把这张牌放在这里，放在整组讯号的结尾牌这个关键的点，它要讲什么呢？我觉得大家你们的人生现在正在跨越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大家看一下6把宝剑，它们并没有沉入水底，它就是安安静静的插在船上。所以它代表什么呢？其实命运并没有要大家忘记过去以来经历的一切，而是我看见你们这一路以来所有的经历淬炼成现在你们所拥有的智慧。一路以来呢，大家经历了很多，有一些委屈，当时真的很痛；有一些背叛，当时真的是哑口无言有理说不清，或是好像被人家泼了脏水一样。有一些失望让你很痛苦，让你不得不重新看见人性的一个冰冷。有一些人离开，让你觉得措手不及，同时也让你不得不长大，长出一份勇气。可能过去你会问，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你可能试图在某一个混乱中找到一个你觉得至少可以过得去的或是稍微公平的一个解释哦。但是走到今天呢，我觉得你开始明白，每一段经历其实都会让你们变得更成熟一点。每一次跌倒，它都是在帮助你下一次的判断可以更加准确一点。所以这里的6把宝剑，它不再是伤口，它已经变成第3组朋友你们灵魂里的底气，成为了你们看世界的高度。所以我看见宝剑6作为大家生命中运作的一个重要的讯号，就是我们已经
度过了，我们要开始往前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船夫他的手其实是非常很稳，始终是很稳的，就是握着这个船桨。这个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力量，他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然后就是一讲一讲的把人生推到这个新的方向。人生真正拉开距离的，就是每一天都愿意往前一点点。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停留在原地整理这个过去了，我们不需要反复去擦拭那些旧伤疤，或是试图去拆解一些早就已经结束的故事。我们开始要做的是，我们要去望向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去看未来哪一些是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投入的。所以宝剑六最大的意义呢，它其实是启程。这一艘船开始航行之后，你们眼前的风景才会真正的改变。还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个船夫他其实是一个摆渡人。船上的这个女人跟孩子，他们很安静的坐在船里，他没有焦虑，然后也没有一直回头去望过去的生活。这代表他其实很信任这个摆渡人，他们很相信他，也很相信这艘船，也相信他正在滑向的这个航道，这个方向。所以命运同样也希望你这样子的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人生，你就是你自己的摆渡人，相信你这一路以来的选择，相信你累积的智慧，相信你曾经走过的弯路，最终呢都会变成甜美的果实。因为今天的你已经跟刚刚踏上那个旅程的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这些牌一路以来都想要让你去真正的看见自己，看见你自己什么？看见你自己的深度跟潜力看见你们过去经历的这些，其实是命运在去培养你们的容器，让你逐渐的沉淀。然后命运也想要把同频率的人带进你的生命，让你不再孤单。到了圣杯一，我们的心开始丰盛，懂得去爱人跟接受爱。到了权杖二，我们的眼界放远了，我们看见属于自己的地平线。最后宝剑六，把前面所有累积的力量结合起来，化成行动。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不如意，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低潮，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宇宙，是上帝，是命运给我们的一场长长的假期。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然后学会安静下来，学会去养我们的容器。因为有一天假期是会结束的，然后时来运转，我们的人生正要启程。我觉得第三组现在你们就好像是那个刚刚结束不如意的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所有的过去的这些智慧跟经历，我们去坐上这艘命运之船。所以我们不再会去一直遗憾那些曾经发生的一些低谷或是空窗时期因为那些绝对不是虚度，那些时光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有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时来运转的现在真正的去开启属于我们的人生所以我看见你们的心开始往前了，命运也开始往前。我们在驶向河的对岸，河的对岸呢是一个更加自由更加笃定的第三组的朋友。所以我们只要继续的滑下去，很多我们过去苦苦追求的答案其实都会在整个航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浮现。好，以上就是有关于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快的显化你的好运，或是希望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的话，真的很欢迎加入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让我们可以在灵性的世界中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